大家好，欢迎来到三晋看天下。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内容，欢迎点赞、订阅、转发，打开小铃铛，接收最新时事热点。12月3日，《华尔街日报》爆料，美国司法部正在与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进行谈判。具体内容是以孟晚舟认罪为条件，达成一项协议后，将允许他离开加拿大回到中国。这次我们要聊的事情与华为和孟晚舟无关，却又息息相关。曾经有一句话，世界上每4个灯泡中就有1个灯泡的电力来自于阿尔斯通的技术。阿尔斯通是曾经的法国之光，最辉煌的时候是水电设备的龙头老大，核电站常规岛的世界第一，环境控制系统的王者，高速列车技术也领先世界。阿尔斯通如此出类拔萃，就免不了和行业内的另一个巨头美国通用电气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激烈的竞争。于是美国就盯上了阿尔斯通。从2010年开始，美国有关部门就开始对其展开调查。2013年，时任阿尔斯通锅炉部全球负责人的皮耶鲁奇像往常一样飞往美国，然而一下飞机就被 FBI 逮捕。美国人怀疑阿尔斯通在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印尼等国家总共提供了至少7500万美元的好处费，赢得了40亿美元的合同。就算阿尔斯通确实有在埃及等国家行贿，那也应该是埃及等国家进行调查裁判，为什么会轮到 FBI 来管呢？因为美国人认为阿尔斯通通过行贿的方式在竞标中压过了通用电气，让美国公司的利益受损。美国长臂管辖的典型代表之一海外反腐败条例规定，任何外国人或外国公司的雇员，只要通过美国的邮件系统进行通信，或者使用美国的银行进行转账，甚至只要和美国有一丝丝联系，那么如果在上述行动中有违法的情况发生，美国都具有管辖权。在皮耶鲁奇的案子中，阿尔斯通正是使用设在美国的银行账户，以咨询费用的名义将贿赂款打入印尼官员的账户中，于是美国可以合情合理地对皮耶鲁奇出手。但其实皮耶鲁奇并不是行贿事件的直接参与人，美国司法部的说法是，皮耶鲁奇即使没有怂恿行贿，也是知情者。也就是说，美国司法部并没有证据能直接表明皮耶鲁奇参与了行贿。即使如此，皮耶鲁奇的头上还是被扣了10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25年的监禁。皮耶鲁奇被关在了罗德岛一间戒备森严、关押暴力罪犯的监狱里，监狱里有不少都是死刑犯。皮耶鲁奇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监狱里待了3个月后，皮耶鲁奇被美国检方通知要参加一场认罪听证会。认罪听证会前，美国检方告诉他有2个选择，一是坚持不认罪，同时美方警告说这个选择很危险，因为该案的检察官正在争取法院判处他15年到19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他还被告知审判的准备工作将至少历时3年，各种费用的消耗至少在数百万美元。二是承认有罪，与美国当局合作，只需要待上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身负巨大压力的被起诉人员面临坦白从宽还是牢底坐穿2种选择，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认罪，以换取较短的刑期。2013年7月，跟重刑犯关在一起的皮耶鲁奇在遭受了几个月非人的牢狱生活之后，心理防线崩溃，最终承认了其中一项指控。皮耶鲁奇天真的认为承认这部分罪名，在交完罚款之后只会让他被处以最多6个月的监禁，而且刑期一大半已经服掉了。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和美国检方当初承诺的不同，美国想要的并不仅仅是一点罚款，而是整个阿尔斯通。皮耶鲁奇认罪之后，他还是被继续关押了1年。在此之后，皮耶鲁奇又经历了3年多的保释期，此后皮耶鲁奇又被关在监狱1年，直到2018年9月他才出狱。据他自述，他曾有超过250天的时间被关押在一个无法看到阳光和呼吸外面空气的小黑屋。到2014年，为了给阿尔斯通公司继续施压，迫使该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合作，美国当局开始在其他地方逮捕阿尔斯通的高管。2014年4月23日，阿尔斯通的亚洲区副总裁劳伦斯·霍金斯在美属威尔金群岛被捕，他是自皮耶鲁奇以来被美国逮捕的第4名阿尔斯通高管。美国方面拿出对皮耶鲁奇的那一套，威逼其他被逮捕的人认罪，从而获得轻判。这些高管人质的面前，有拥有巨大权力的超级检察官、讨价还价的变速交易，
还有作为谈判者而非辩护者的律师等。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心理战，均使被起诉人员在面临坦白从宽还是牢底坐穿的选择中，乖乖认罪换取较短的刑期。美国也并不是仅仅只对人质下手，他们还招募阿尔斯通内部人员作为密探，甚至在重要会议中用卫星录音机录音取证。法院文件显示，在反水成为美国线人的高管协助下，美国检察官拿到了阿尔斯通内部长达49小时的所谓秘密通话录音，这成为他们围猎阿尔斯通的重要武器。阿尔斯通最终不得不妥协，经过多次交涉和沟通，2014年12月22日，阿尔斯通最后跟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被处罚金7.72亿美元。但是阿尔斯通上上下下被美国这么一通折腾，业务必然受到了影响。阿尔斯通2014到2015财年电力业务销售额为133.3亿欧元，净利润为1.04亿欧元；交通业务销售额为61.39亿欧元，净亏损8.23亿欧元。在这种财政状态之下，要支付7.72亿美元的罚金，几乎没什么选择，只能变卖资产。即使到了这一步，美国也并没有放松。阿尔斯通对于法国相当重要，就算要卖，也肯定不想卖给美国。当时德国西门子和日本三菱也同样有意收购阿尔斯通的资产，于是美国开始各方面施压，说客们也尽数出动，美国人收网的时刻到了。根据当时阿尔斯通高管的说法，阿尔斯通初次寻求与通用电气进行资产转让交易的同时，阿尔斯通和皮耶鲁奇面临的法律压力似乎有所减轻。2014年4月24日，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交易达成的新闻公布，美国此后就再也没有招过阿尔斯通的高管。2014年6月，在阿尔斯通高层签字将公司资产出售给通用电气的同一周，已经被关押了14个月的皮耶鲁奇的保释申请也终于获得美方批准。2015年9月8日，欧盟反垄断部门批准收购案，同日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也批准了收购案。阿尔斯通这家曾经横跨全球电力能源与轨道交通行业的商业巨头，终于被美国人成功肢解。在2010年时，阿尔斯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排名第290位，2012年排在404位，2015年排在第482位。完成肢解后，现在的阿尔斯通公司已经在全球500强名单中找不到了。通过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美国在该行业顺势成为了欧洲的垄断者，甚至成为法国所有核电站的实际控制者，掌握了控制欧洲的又一张王牌。皮耶鲁奇出狱之后，把他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美国陷阱》。这本书后来出现在了任正非的办公桌上。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讨论，关注我们，我们将持续解读时事热点。